这么说，比起消灭怪兽，一个开放性结局才是最好的结果。あくまで現代文明を洗い流すだけだ。そして生き残った人類は新たな道を歩き出す。親から子へ、子から孫へ、自然の恐ろしさを語り継ぎながら、今とは違う文明を築いていく。我们在看特色时，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：消灭怪兽是英雄的最佳归宿。但我们却忘了，比起消灭怪兽，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结局。这是布莱泽第一次战斗失败，只因为他面对的是大自然的神明红蛇神。这也是第7集之后最有力的回响。当彩虹的审判落下，当大自然的神明与人类的信念第2次正面相撞，布莱泽用这一次最坚定的迎击告诉我们：撤退不是结束，归来才是更好的答案。在布莱泽消失之后，显然队长被队员们救回医院。此时危机并没有结束，大量台风产生的强风还在肆意扩散，并且还在慢慢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台风，只为了清洗这个国家的一切。而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队长最终说出了唤醒红蛇神的幕后黑手，就是横风教授。而辉明正好也是横风教授的支持者，闲人向他们说出了横风教授隐藏多年的计划，就连他自己也不愿意相信这是教授的作为。后来他们开始制定这一次作战计划，他告诉队员们，教授手上的手环能发出特殊光线，如果他的决定最终威胁到人类的命运，那最后也不得不消灭教授。但是在计划开始之前，队长还是决定先和他谈一谈，谈判任务就交给对他想法很了解的辉明。在准备好一切后，阿斯加隆飞向红蛇神，在他周围的气压已经降得非常低，为了避免近身攻击，他们使用2号模式远程压制。而另一边的辉明找到了海边的教授，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内心的想法，一心想要清洗现代文明，开辟新道路。確かに人間はこの星の自然を破壊してきました。ですが人間も自然の一部です。その人間を滅ぼそうというのも、この星の生態系に対する冒涜ではないですか。当辉明拿出教授对怪兽的探索结果之后，试图改变他的想法。在这本书中，即便教授充满了严厉，但也能在严厉中感受到愛。だが同時に2つの正解はありえない。君か、私か。間違った方が淘汰され、正しいものが生き残る。尽管如此，教授也依旧坚持。在他发出攻击后，他手中的手环全部被打碎散落，但怪兽依旧没有停止攻击，而散落的手环汇聚成光芒飞向怪兽体内，释放出更大的力量。阿斯加隆也受到影响，系统停止运转，即便在闲人队长的抢救下恢复运转，但也仅仅只能发射电磁加农。说完之后，队长就变身再一次迎战红蛇神。尽管还是没有作战优势，但布莱泽拼尽全力为队友争取时间，瞄准他的头部，将彩虹中心能量释放。而布莱泽趁此机会抓住彩虹，将它化为自己的力量，最终用一个巨大的彩虹8分光轮将红蛇神彻底消灭。周围的台风也恢复了原本的样貌，全部散开。后来闲人队长去到辉明的家里帮忙干农活，而横风教授也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。毕竟谁会相信一个人能够控制一头巨大怪兽？所有事情全部解决之后，教授再次来到老地方钓鱼，原本还一脸哀愁的他，又一次听到了大自然的回应。至此故事结束。在这一集的结尾，其实也变相的留下了一个悬念，怪兽没有被彻底消灭，只是再一次沉睡，就像地球的愤怒可以被安抚，愿意给人类一次改变的机会。而横风教授内心的想法有没有改变，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消灭人类同样也是破坏自然。教授企图用个人意志代替自然去做选择，本身就是对自然最深的亵渎。而他们之间的争论，最终将这个故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，深刻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最后的完美结局，也给这一次战斗画下了圆满句号。